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4月21日，原油期货在历史上第一次跌入负值。大多数投资者对股市耳熟能详，但对期货听说过，却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期货，如何在期货中获利，期货交易的风险和期货市场的其他作用。假设你在经营一家面包店，你们家的牛角面包小有名气。假设牛角面包12块钱一打，用来做面包的面粉是5块钱一炉，毛利呢就是7块钱。做过食品行业的都知道，原材料的价格基本就决定了盈利或者亏损。如果面粉价格涨到10块钱，你马上就开心不起来了。负责任的你不想被面粉的价格牵着鼻子走，你就去找了当地的农场主，和他制定了一个供货条约。你们商定在1年后的今天，你出8块钱的价格买入制造1炉牛角面包需要的面粉。有了这个合约，你不需要在未来1年内担心面粉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可以多花些心思做些好吃的牛角面包了。这其实就是期货的本质。期货允许在将来某个日期出售货物或资产，并以今天商议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叫做远期价格。做多合约的人同意在将来用远期价格买入合约上的货物，做空合约的人需要在交割日期交付合约上指定数量的货物。期货本来的意图是给企业提供一种方式，让他们可以控制采购成本。然而今天绝大多数期货是被投机者使用。期货合约可以让投机者在某类资产的价格浮动中获利，却并不用实际买入该类资产，比如橙汁、牛羊肉、黄金、原油。它还可以被用来炒作其他金融资产，比如股票、股票指数、政府债券或者比特币。比如你认为金融危机要来了，投资者们会涌入避险资产，例如黄金，令黄金价格上涨。黄金的市价也叫 spot price， 是1700美元每盎司。但你并不想囤一大堆黄金，这时候你知道有期货这玩意儿，允许你在1年后的今天以1750美元的远期价格买入1盎司黄金。远期价格包含了很多元素，比如通胀、无风险收益率、携带成本，但主要来说，持有当下资产更占便宜，期货的远期价格就要低于市价，比如支付股息的股票。相反，需要持有成本的期货的远期价格就要高于市价，比如牛羊、原油，相当于你给供货商支付了货物的携带成本。回到如何用期货进行获利，假如你认为黄金会上涨，决定做多黄金期货，合约资产为1750美元每盎司，1年后交割，你获利的多少取决于1年后黄金的市价。如果1年后黄金的市价是1800美盎司，那么你就会获利5000美元，因为合约里的黄金数量是100盎司。相反，如果1年后黄金的市价跌到1700美元，那么你将损失5000美元。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金融危机要来，央行要降息印钱来刺激经济，企图让投资者抛弃黄金买入股票，这个时候你决定做空黄金期货。如果1年后黄金价格下跌到1700美盎司，你将获利5000美元。反之，1年后的黄金价格上涨到1800美盎司，你损失5000美元。你可能在想，合约到期了，我该怎么接受这么多黄金？又或者是你做空期货，该如何提供这么多黄金？实际上，期货合约的结算并不一定非得是实际货物，还可以是现金。合约到期后，根据黄金市价，只需要把差价从亏损者的账户转入盈利者的账户即可。在合约到期之前的任何时间，你也可以终止合约兑现现金。比如你之前做空100盎司的黄金期货，现在你只需要做多同样数量、同样交割日期的100盎司的期货合约，就可以平仓出局。你的盈亏就是期货合约的差价。期货和任何其他投资品一样，当然也有风险。对很多人来说，除了可以用期货炒作对标资产进行获利以外，吸引投机者进入期货交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可以使用高杠杆进行交易。简单来说，期货只需要投机者提供合约价值的一小部分资金，就可以操控大量资产。还是以黄金期货为例，如果我们做多100盎司黄金的期货合约，价值175000美元，期货经纪人最初只要求我们存入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通常是合约价值的一个百分比，例如5%。这时候你只需要存入保证金8750美元，获取高额回报的同时，稍有不慎则会遭受巨额损失。如果黄金价格跌到1400美元，你将损失35000美元，相对于保证金的投资回报率是-400%。诚实的说，期货交易不适合新手投资者，合理的使用可以改变资产组合的风险回报率，增加或者去除市场风险，甚至对某些仓位进行收益冻结。除此之外，投资者把期货视为未来资产价格的风向标，对资产价格走势进行预测。在期货价格曲线上显示了不同到期日的远期价格，比如说原油期货，投资者认为原油的价格是一个上升的走势。又比如天然气，天然气的期货价格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冬天的时候天然气的价格会比平常贵。
我们来回顾一下关于期货的基本要点。期货允许在将来某个日期出售货物或资产，并以今天商议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叫做远期价格。做多合约的人同意将来用远期价格买入合约上的货物，做空合约的人在交割日期交付合约上指定数量的货物。想要从期货交易中获利，必须正确判断期货价格的走势，认为价格上升则做多，反之则做空。判断正确获利，判断错误就会亏损。期货可以用高杠杆交易，投机者仅需要提供合约价值的一小部分资金，称为保证金，就可以操控大量资产。保证金数额通常是合约价值的一个百分比，例如5%。获取高额回报的同时，稍有不慎，则会遭受巨额损失。投资者把期货视为未来资产价格的风向标，对资产价格未来走势进行预期。如果您有关于期货的问题，或者有其他感兴趣的金融经济话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考虑关注并点击小铃铛，在第一时间观看我的视频。我们下期见。